娱乐至死，金钱至上。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。2022年3月1日，邓伦在节目中笑称：“内娱不会玩的，玩了我们干什么？”邓伦说的没错，内娱不会玩。但就在短短10几天后，邓伦的星途却完了。14天后，税务部门发布消息，邓伦偷税漏税。借在税务部门提醒并督促补缴的情况下，邓伦依旧整改不彻底。税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对邓伦进行处罚，追缴1.06亿元。公告一出，邓伦刚刚官宣2小时的代言品牌，立即选择解约，邓伦成为史上时间最短的代言人。随后，邓伦的视频号和工作室账号接连被封，眼看星途是黯然一片，邓伦此时再发出道歉声明，已经是于事无补。从查无此人到国民男神，再到偷税漏税仍不整改的劣迹艺人，邓伦出道这些年，心路走的实在是有够跌宕起伏。2011年，邓伦如愿以偿走出石家庄，来到了大城市上海，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，与童星莫小贝的扮演者王莎莎成为同学。大学时期，因为家境优越，邓伦每个月生活费足有3000元，比其他同学高出一大截，成为无数同学羡慕的对象。大家都以为他是富二代，邓伦却毫不在意。他在进入大学后，真正体验到了演戏的魅力，整天一门心思学习表演。大学期间，为了上镜更好看，对自己要求严苛的邓伦决定减肥，努力没有白费。大二时，他终于迎来了自己在演艺圈的第一份表演机会。2012年，邓伦跟朋友一起前往剧组试镜，他刚到现场就被琼瑶一眼相中，要求他当面试戏。当时邓伦还是一个表演系新生，他的演技难免有些青涩，琼瑶却独具慧眼，当即拍板决定让他在自己的新剧中演男配角，和国民闺女杨紫出演情侣。这部戏算不上大红大紫，身为配角的邓伦自然也没能走红。邓伦在拍戏时懵懵懂懂地签约了琼瑶的经纪公司，他由此开始了在各种琼瑶剧中客串的工作。大四那一年，邓伦在一部戏中客串时，与演员白惠子结缘，两人同为老乡，平时在剧组里有聊不完的话题。这部戏拍完以后，两人就顺水推舟成为了情侣。白惠子曾在2006年闹出陪睡风波，个人形象大受影响。邓伦毫不在意女友的绯闻，完全不理会外界的风言风语，依旧和白惠子爱得缠缠绵绵。不过，这段感情仅仅维持了1年，两人就黯然分手，转身之后相忘于江湖，各自在娱乐圈内打拼。白惠子曾是周冬雨出演《山楂树之恋》女主的劲敌，痛失这个角色后，白惠子的演艺之路高开低走，至今仍在电视剧中客串演出，一直没能大红大紫。而邓伦在签约琼瑶公司后，几年时间过去，等到邓伦都大学毕业了，他一直在琼瑶剧里出演一些无足轻重的配角。邓伦这才发觉这个经纪公司并不适合自己，他选择与公司解约，单枪匹马的开始闯荡演艺圈。接下来，残酷的娱乐圈狠狠打了邓伦一巴掌，打醒了他的美梦。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，邓伦一直拿着自己的资料四处奔波，跑到各大剧组试镜，可命运一直在捉弄他。他喜欢的角色一直试镜失败，试镜成功的角色他不喜欢。尽管生活拮据，邓伦一直坚守初心，没有为了钱而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出演烂剧。那段时间，邓伦穷得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赚的钱只够维持房租和日常开销。在娱乐圈这个捧高踩低的名利场，邓伦人微言轻，时常遭到不公平待遇。2015年，在出席剧组采访时，一众演员站在台上，而身为配角的邓伦站在最边缘的位置，连话筒都没能分到。好心的女演员递给他一个话筒，没想到记者嫌他是个180线的小演员，又把话筒从邓伦手里夺走了。性格温和的邓伦站在一旁，心里委屈，却依旧不为自己辩驳，不争不抢地站在原地，神情十分落寞。2016年，邓伦终于在娱乐圈拥有了姓名，但不是因为他拍的戏火了，而是因为他交了个比他火几倍的女友金晨。2016年8月，狗仔偷拍到金晨和邓伦在街上约会，视频中两人恩爱异常，羡煞旁人。彼时，金晨已经是唐人的准一姐，凭借着无心法师火遍全网，而邓伦在娱乐圈内依旧寂寂无名，名气远远不及女友。这段不匹配的爱情让邓伦被冠上金晨男友的名号。当年很多网友一提到邓伦，
第一印象就是他是金晨的男朋友。关于这段感情，邓伦和金晨都没有遮掩的意思。邓伦在社交平台上大方地分享情书，把骨子里浪漫的文艺细胞全都给了金晨。当金晨陷入被抢资源的风波，在社交平台内涵映射另一位女明星时，邓伦也毫不避嫌的点赞，接着还发文力挺金晨。尽管两人当时没有官宣，但他们毫不避嫌的态度，早就默认了这段感情。无数网友为他们的神仙爱情落泪，邓伦也因为宠爱女友而渐渐有了些名气。可惜2017年的6月，暖男邓伦最终还是和金晨分了手。这段恋情维持了不到2年。分手后，邓伦和金晨并没有好聚好散，相反的，他们从本人到粉丝一直连续撕了几年，比恋爱时还要缠缠绵绵。分手3个月后，金晨阴阳怪气地发布了文章，言语间嘲讽邓伦买水军评论，买到了自己评论区底下。身为前女友，金晨这个举动可谓是一点脸面都不给邓伦留。邓伦的粉丝也不甘示弱，爆料称当年两人恋情曝光是金晨故意找人偷拍。金晨的粉丝表示，这个爆料根本立不住脚。恋爱曝光时，金晨的名气远甩邓伦几条街，他何苦自己找人曝光恋情，影响自己在演艺圈的事业？之后，金晨在社交平台晒出的照片，哪怕是单人照，也时常被邓伦粉丝过度解读。邓伦的粉丝认定金晨在恶意炒作他和邓伦的绯闻。金晨本人还没说什么，网上关于两人复合的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。邓伦的粉丝直接跑去私信邓伦经纪人，问金晨和邓伦有没有复合。经纪人7个字直接断绝了所有猜测。也正是从这7个字中，外界隐隐察觉到了金晨和邓伦之间存在着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。2018年，在娱乐圈内摸爬滚打了许多年，邓伦终于一个大跨步登上了事业巅峰。这一切都要多亏了一位女演员的慧眼识珠。这一年，他重遇了自己第一部戏的女友搭档杨紫。当时杨紫新剧的男主迟迟没有定下男主角，杨紫便向导演极力推荐了邓伦。邓伦拍了多年的戏，扮演的大多都是配角，在演艺圈内也是一直不温不火，没什么名气。多亏了杨紫的力荐，才使得他拥有这个出演的机会。得到这个宝贵的机会后，邓伦也不负众望，凭借着自己多年磨练出来的演技，厚积薄发。这部相蜜沉沉烬如霜播出后，立马成为2018年大热剧。邓伦和杨紫成为当年的国民 CP， 邓伦也一跃成为国民男神，再也不用买水军来找人喊自己老公了。随着此剧的热播，邓伦和杨紫的绯闻也闹得轰轰烈烈，逼的杨紫不得不站出来辟谣，表示两人只是年少相识的好朋友。邓伦也评论了该条留言，盖章两人的好友身份，至此两人的绯闻才暂时停歇。邓伦大火之后，迅速跻身一线流量男星的行列，资源全部飞升。面对爆红，他表面上一副没有膨胀的样子，表现得一如从前那般谦卑。他在社交平台的简介中写下8个字，作为自己的人生箴言。正是他表现出的这般不骄不躁的态度，获得了无数人的好感。但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这一切全都是人设。邓伦在爆红仅仅4个年头后，他就彻底翻车，成为了2022年第一个违法咖。明知已经有多位明星因为偷税漏税而翻车，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，邓伦还敢顶风作案偷逃税款。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，邓伦在被相关部门提醒后，依然怀着侥幸心理，没有彻底整改。相关部门对他进行提醒，要求其自查以及补缴税款，已经是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邓伦却不悔改，依旧试图钻空子，没有将全部税款补缴。邓伦无视法律的后果，就是被法律狠狠制裁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邓伦偷逃税款的小动作，岂能瞒得过相关部门？在官方发布公告后，早就被这群偷税漏税明星弄得风声鹤唳的品牌方火速和邓伦解约，各大平台紧跟着封禁了邓伦的账号，而邓伦随即也立马发出致歉声明，只能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完全无法挽回了。仅2019年至2020年，邓伦光是偷税漏税金额就高达5000万，他原本应该缴纳的金额肯定更多，由此可知他一年究竟赚了多少钱。而邓伦已经拥有了万贯家财，这笔税款对他来说完全是九牛一毛，他却为了这笔税款游走在法律的边缘，
挑战道德的底线，实在是让人无法理解。当初他在简介中写下的好好做人4个字一语成谶，倘若他坚守初心，做到了好好做人，问心无愧，今日又怎会落得个劣迹艺人被封禁的下场？邓伦的小聪明害人害己，不仅他在演艺圈的事业凉凉，有他出演的多部微播剧也只能压箱底，投资方赔钱赔到大出血。然而就在近日，邓伦再次成为了公众的关注焦点。传闻中，他似乎在进行一场大的转变。据一些媒体报道，邓伦所属的2家公司已经全部注销。对此，网友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猜测，他是不是准备彻底离开娱乐圈，过上那种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，或是决定和另一半开始一个全新的家庭生活，放弃了之前那种光鲜的生活，选择进入一家工厂从事普通职业。但现实情况并不像外界所想的那样，邓伦并没有选择完全退出，而是希望从新的起点开始。关于他之前的税务问题，有消息称这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由公司引发的。虽然这导致他被暂停工作1年，但这不代表他的事业就此结束。考虑到邓伦在过去的10年中积累的财富和名声，为此支付1.06亿元的罚款，对他来说并不是无法承受的。只要能够诚实面对，支付相应的罚款，他的复出之路仍是充满希望的。而且从粉丝的反应来看，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公司的问题，而邓伦只是被迫背上了这个黑锅。最近，一些关于邓伦与朋友聚会的照片也被流传出来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出，他似乎正在经历一段低谷时期。但对于一个如此富有才华的艺人，只要有机会，他定能再次焕发光彩。但无论如何，对于邓伦来说，他是否应该复出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犯错是人之常情，但如何面对和纠正这些错误才是关键。希望邓伦能够走出这一次的困境，重新找到自己在娱乐圈的位置。不过，对于公众来说，对于那些有污点的艺人，是否应该给予第2次机会，这也是一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，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。